俄乌围绕蛇岛爆发激烈大战，海陆空一起上场了，双方这次真是拿出了自己的真本事了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现在天天看俄乌这个战况，感觉每天的生活在重复。双方呢就是在顿巴斯，特别是伊久姆附近玩阵地战。今天呢，这个说夺取一个村庄，马上就要形成对顿巴斯的合围了。明天呢，对方又说了，在某个方向夺取了一个地区，哈尔科夫北部威胁消除，哈尔科夫不再被炮击了。然后呢，经常还说了击溃对方一个旅。考虑到俄乌双方有些部队消耗比较大，战斗过程中主动撤退都是有可能。然后呢，又说乌克兰击沉了一艘俄罗斯的11356型护卫舰，然后又有人说这艘护卫舰已经回到港里了。刚想关注一下，发现还是没瓜可吃。我看评论区里边有个朋友对这种战况焦灼有一个很生动的描述，说本来是打算杀鸡儆猴的，现在和鸡打得有来有去。不过呢，这两天终于是有点看点，俄乌双方围绕着蛇岛突然打了一仗，规模呢虽然不是特别大，但是很热闹，陆海空三军全上了，而且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提供了交战的视频和卫星照片。乌克兰呢发布了几段视频，一段显示2架乌军的苏27战斗机从蛇岛南边超低空进入攻击航线。从视频画面上看，苏27的飞行高度甚至明显低于了该岛南端的灯塔，然后在目标上空投放炸弹，再扔干扰弹，小角度爬升脱离战斗。攻击航线选择从这个方向进入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可以一次攻击岛上2个主要目标，岛中央建筑群和码头附近建筑群。因为如果驻守的俄军晚上要休息的话，很有可能就是把这2个建筑群当宿舍。视频显示，这2个建筑群中弹之后都有猛烈的爆炸。而为了拍摄这段视频呢，乌克兰方面还专门派了一架 TB2 无人机当现场摄影师。第二天就是5月8号照片显示，2处建筑群确实损毁很严重。而另一个视频显示呢，在此之前，乌军的 TB2 无人机还事先空袭过一次蛇岛，击沉了一艘11770型登陆艇，击中了一个建筑物。而那艘登陆艇的任务可能就是往岛上运送道尔防空导弹发射车。空袭的时候，那个导弹发射车还在登陆艇上没卸货。这次无人机的空袭行动肯定是削弱了蛇岛的防空能力，对后来苏27的空袭当然有帮助。不过回想一下如果莫斯科号巡洋舰还健在，并且导弹、雷达都不是带病上阵的话，乌军也不敢那么轻易行动的。但是很快呢，俄罗斯方面也传出一个消息，说他们用蛇岛做了个诱饵，俄军其实已经提前离开蛇岛了。那么乌军的苏27轰炸时候扑了个空，然后俄军就等着乌军的直升机、突击艇把步兵送上岛之后，马上用空天军发起了袭击，干掉了乌军的战斗机、直升机还有装甲突击艇。结果幸存的乌军只能是乘着橡皮艇返回到乌克兰本土。算下来呢，俄军这几天在蛇岛附近一共损失了1艘巡逻艇、1艘登陆艇、2艘突击艇、1辆道尔发射车、1辆箭10防空导弹发射车、1门小口径高射炮，击毁了乌军1架苏27、1架苏24、2架 TB2、3架直升机，还有1批步兵。另外还击沉了1艘装甲突击艇。不过呢，乌克兰又公布了一个视频，显示俄军事后派直升机搭载步兵重新登岛。然后画面中呢，就是直升机组织步兵离机的时候，这架直升机又被乌军导弹击中，然后乌方说这是用无人机发射导弹打的。从视频上热成像仪画面的清晰度来看，画面比较清晰，应该是乌军无人机拍的。经过这场战斗，双方都说对方遭受了严重损失，我估计这次双方都没说错。毕竟呢是红场阅兵之前，双方都希望有点成绩能给对方添堵。如果乌军能够重新拿回蛇岛，对红场阅兵来讲当然是面子上不好看的，而且对俄罗斯海军在黑海沿岸的活动也会造成很大的压制。而俄军这次能够把蛇岛当诱饵打一个反击，说明他们的判断也相当的准确，也是巩固了黑海的控制权和自己阅兵的面子。小小一个蛇岛居然成了这场战争中最立体的战场，而且我们还应该继续关注，因为这很可能不是蛇岛的最后一次战斗。好，关于蛇岛这次俄乌战斗呢，我们今天就回顾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聊。